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漫步者头戴式降噪耳机的测拆。刚刚开头播放的音乐就是这副耳机实际播放的音乐，大家觉得音质怎么样？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这款漫步者耳机是一个很经典的降噪耳机，在各大平台都是销量前几名的，非常受大家欢迎。这个 820NB 一共有3款，有经典款、双金标版、空间音频版，我手上这一款就是销量最高的经典版。咱们先开箱，打开包装盒，耳机装在一个塑料的卡座里面，附赠了一根数据线，这一个是说明书，这一张是保修卡，这个应该叫充电线啊。拿出耳机本体，头梁区域长度可以调节，左右都有30毫米的调节空间，来适应每个人的头部。头梁缓冲部分柔软的针织蛋白皮加柔软的记忆海绵，对佩戴体验还是有很好的提升。侧面简约的漫步者 logo 为整体设计起到画龙点睛之笔。椭圆形耳罩90度可翻转的设计，方便收纳。耳罩上面各有一个降噪麦克风的收音孔。耳罩契合支架的位置有一个黑色的条形的硅胶，防止耳罩支架硬碰硬发生异响。耳机的出音孔也在这个部位。耳罩也是采用柔软的针织蛋白皮加柔软的记忆海绵，佩戴舒适度非常的不错。这种柔软度对我们这种戴眼镜的人士非常的友好。功能按键支持音量加减、开关机及降噪模式的切换。这一个是 Type-C 充电口，也可以用来连接电脑，直接开启它的有线耳机模式。这个经典款降噪模式采用的是主动降噪，降噪模式开启，我们可以更加沉浸于音乐的世界。降噪模式关闭，不影响我们与外界的沟通，一边听音乐一边与朋友聊天，当然也可以杜绝路上的安全隐患。这个经典款的 820NB 支持日本的小金标的认证标准，配合内置镀钛复合振膜40毫米的单元，相比于没有认证的音质更好。不过遗憾的是，这个小金标在蓝牙连接的状态下是不能开启的，只能在 Type-C 有线连接的情况下才能体验 Hi-Res 高清音质。音质方面的话，这个是很主观的，每个人听感都会不一样。这个200多价位，我个人听上去觉得非常不错了。低音量感足，不轰头，高频部分细节，听人声听弦乐加分满满。动感音乐虽然没有那种震撼的感觉，但是低音的亮感足以可以让你跟着音乐律动起来。内部配置蓝牙 BES2600 的芯片，蓝牙 V 5.2 版本，传输稳定，仅仅 0.08 秒的低延迟，畅玩游戏延迟无感。低功耗电路开启降噪续航可以达30个小时，关闭降噪续航更加是50个小时。我们来听听这个耳机的音质，然后进入拆解环节。标准模式，环境声模式，降噪模式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个是漫步者 W820NB 经典款头戴式降噪蓝牙耳机实际录出来的声音。我这个录音的距离的话，跟我的手机大概相隔5米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耳机拆开，给大家看一下它内部的构造。首先拆解它的耳罩部分，针织蛋白皮的耳罩，把它压扁，然后放开，它就自己恢复原形。这个是带记忆棉的效果。我们把这个耳罩上面所有的螺丝全部都卸掉。
这个是右边耳罩内部喇叭连接主板的连接线，上面有缓震泡棉，起到缓震的作用。这个是左耳内部的腔体，一样的都有缓震泡棉，防止线材在腔体里面震动产生杂音。缓震泡棉同时也可以起到吸音的作用。这上面是有降噪的麦克风的，它是有4根线，有2根线是主喇叭单元，有2根是接的降噪的麦克风。这个小板上面这里有一个麦克风，对应着这背面一个收音孔，也是起到降噪作用的。然后右边的话一样的，这里有一个麦克风，对应着这后面这个收音孔。主动降噪就是利用2个麦克风，一个用来拾取外部噪音，一个是用来拾取腔体内部的声音的情况，配合起来就是一个主动的降噪。这个就是这个耳机的主板部分，这一颗是耳机的硅胶材质的按键，这是耳机的一个助集体的麦克风，通话用的。我们刚才展示的录音的音频就是通过这个麦克风录的音。这是这个耳机的电池，这就是2个耳罩内部是很光滑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毛刺。这里有一个锁止结构，实现90度翻转，利用这个塑料的卡座把这个金属部位卡住，防止耳机掉下来，非常的稳。取下头梁的这一个盖板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内部有塑料的波浪结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金属的衬片，我们在伸缩头梁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段落感。左耳的结构也是一样的，往上一推就可以拉出这个盖体，线材呈曲线型的放置在这个里面。头梁顶部这个泡棉也是被双面胶粘得死死的啊，柔软的记忆海绵。这一个是外面的针织的蛋白皮，非常的柔软。这里面还有一层塑料的固定支架。这就是这个耳机的头梁部分。这是我们取下来的2个喇叭单元，每个喇叭上面都有网罩进行保护。我们撕开这个网罩，保护内部喇叭单元的一个网罩。这是喇叭单元的一个出音孔，好的耳机必须有的。进线的这些地方全部都打有黑胶进行固定，防止线材在里面产生异响。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这个盖子给它切开了，跟外部的麦克风配合，起主动降噪作用的一个助集体麦克风，40毫米的镀钛振膜单元，喇叭单元的直径40毫米，镀钛的复合振膜。这上面有厂家的丝印，外部贴有1圈，用于声学调音用的阻尼纸。现在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耳机的主板部分。耳机的主板是采用的纯金的覆铜工艺，这种工艺的话内阻是非常低的。这种工艺的主板也是非常受一些发烧友的喜欢的。聚合物锂离子电池400毫安，来自成立于1999年一家专业致力于电池及其配套电子产品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——东莞市金赛尔电池科技。电池旁边这一块小板，这个小板上面焊接了一颗 MEMS 的麦克风，用来采集外部的噪音，配合耳机腔体内部的助集体麦克风，实现主动降噪。旁边这些焊点就是通过导线连接到耳机的主板上面。这是耳机的功能按键部分，这一个是 LED 的指示灯，这是耳机的一个 Type-C 的连接器，内部做工细节还是非常好的。右耳的控制小板，这上面有一颗充电芯片，适应型号 ARP4066，来自成立于2010年一家行业领先的模拟芯片设计公司深圳微源半导体。这是一颗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的线性横流充电芯片，非常适合便携式应用。充电电流和终止电流可以通过外部的电阻器编程，内部集成 MOSFET 的开关管，充电电流监测器，待机状态自动进入低电流状态，使电池消耗的电流小于1微安。充电芯片旁边一颗适应 WP1430 的过压保护芯片，来自成立于1996年一家专注于电路保护与功率控制解决方案的提供商——上海的维安半导体。这是一颗内置集成 NMOS 开关管的过压保护 IC， 当芯片检测到错误的输入操作条件时，自动断开系统与输出引脚 OUT 的连接。芯片具有高达36伏的正过电压保护，内部电压阀值为 6.1 伏，过电流阀值为 2.5 安，还具有内部过温保护功能，可以监控芯片温度以保护设备。控制小板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，主板旁边的焊点是连接左耳过来的导线的。
同样的，这上面也焊接一颗 MEMS 的麦克风，用来采集外部的噪音，与耳机腔体内部的助基体麦克风配合，实现主动降噪。这一颗芯片就是耳机的主控芯片，它的示意型号 BES2500HP，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业内领先的智能音频芯片供应商上海恒玄科技。这是恒玄科技推出的一款高端的蓝牙音频 SoC。支持蓝牙 5.3 和多点连接，内置主频高达300兆赫兹的 MCU， 支持主动降噪，支持3麦克风实现高清通话降噪。芯片平均功耗小于5毫安，可实现长续航时间。芯片内置大容量存储器，实际应用时无需外挂存储器，外部电路简单。这个漫步者经典款的 W820NB 头戴式降噪耳机，内部配置主流的 BES 恒玄科技出品的蓝牙芯片，低延迟降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它的音质在200多价位的耳机里面是非常好的啦。整个耳机的结构做工非常不错，符合一线品牌的水准，这也难怪这副耳机在各大平台销量都是霸榜一般的存在的原因吧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别忘了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哟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